沙特抛出600亿高铁大单，为何除了中国外，没有其他国家敢接？中国是如何完成这条高铁修建的？为何还亏损了40亿？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有怎样的影响？近年来，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就是中国基建在世界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基建走向世界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意义。这也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基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是由于中国基建取得了飞快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基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并且更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超级工程惊艳了世界。这对于中国基建也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中国基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基建已经不满足于只在国内进行基建项目的建设，更是将目光伸向世界，专注于建设世界各国的基建项目，以此来使中国基建可以造福世界，并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于中国基建来说，也是让其成为了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张闪亮的名片，能够让更多的国家看到中国基建取得的巨大发展。随着中国基建的发展越来越快，这就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于中国基建投来了橄榄枝，以便可以让中国基建帮助本国修建基建项目，以此来进一步加快中国基建亮眼于世界。然而，有一个国家表现出了对中国基建的绝对信任。据消息称，这个因着自己国内地理条件极其的复杂，所以无力自己来修建高铁，就在国际社会上发出高铁项目的招标。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竟然有许多国家都因为这项高铁工程的难度较大，都不愿意去接下这个高铁项目。这就使这个国家的高铁工程成为了烫手山芋。而这个国家就是中东土豪沙特。沙特为了修建一条沙漠高铁，就抛出了价值600亿的高铁订单。虽然这条高铁的金额十分诱人，但是如果仔细去看这条高铁的修建难度，就会发现这条高铁的修建难度十分大。这就使许多国家在看到这条高铁的难度后，就纷纷都望而却步，觉得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高铁项目，就纷纷都选择了放弃。然而，沙特在看到如此多的国家都选择了放弃后，就向中国示好，希望中国可以伸出援助之手，以此来帮助其修建高铁。中国在经过多方的研究与考虑后，便选择接下了这个项目。因此，这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都纷纷称赞中国的勇气，敢于接下这项工程。说到这条沙漠高铁，其建设难度实在太大，所以在项目招标初期，各国纷纷回避，让中国工程队顺利拿下这一沙特大单。那它到底有多难呢？第一，沙特位于地震带上，极端天气比较多，施工团队经常要顶着55°C的高温作业，非常辛苦。那么沙特这条高铁具有怎样的难度呢？为何会让那么多的国家望而却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据悉，沙特要修建的这条高铁名为哈拉曼高铁，是为了连接麦加和麦地那两地。这条哈拉曼高铁全长450.25公里，为沙特政府投资的双线电气化客运专线，设计时速320公里每小时，项目总耗资600亿元，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交通项目之一。所以沙特十分的看重这个高铁项目，因为一旦这条高铁修好，那将会使从麦加到麦地那的行车时间从5个小时缩短到2个小时，大大的节省了出行时间和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两地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不过，这个项目的难度就在于是要在沙漠中修建高铁，而沙铁要修建的这条高铁就是要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修建，而在沙漠中修建高铁在世界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所以也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参考。因此，就是这条高铁修建的难度大大增加，也就是想要竞标的国家都纷纷选择放弃这个高铁项目。其主要遇到的问题包括：首先，这个区域内干旱少雨，气温经常达到55°C之高，是世界上最热的地区，所以要修建高铁就需要顶着高温工作，这将是极大的挑战。其次，这个区域内沙尘暴频发，严重使黄沙滚滚，遮天蔽日，难以开展工作。施工团队需要经常赶工，具有较大的施工难度。再者，由于沙漠地形复杂，随时可能会出现流沙等自然灾害，将对工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此外，由于沙子承重能力差，无法承受铁轨的重量，修建难度较大。最后，在该区域内，沙子落在铁轨上，将对列车的行车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所以，如何治沙是个问题，也将面临较大的问题。
然而，中国基建团队是出了名的不怕困难，反而是越有困难就越有前进的动力。因此，中国基建团队虽然看到了这条沙漠高铁有如此大的修建难度，但是这完全难不到中国基建。据悉，中国基建团队为了修建这条高铁，便去了解当地沙漠的特点，以便通过实地考察，从而找出最佳的建设方案。此外，中国基建团队还创造性地将中国西北地区治沙的技术带进了沙特哈拉曼高铁的修建中，解决了在沙漠中关于路基松软的问题。而且，中国的建设团队还利用震冲器来破坏沙土的内部结构，最终实现将沙土挤压密实的效果。此外，还使用坚硬的鹅卵石来防护路基，在铁路的两侧修挖拦沙沟和宽阔的积沙平台，从而解决了沙漠中不时发生的风沙对高铁道路侵蚀的问题。另外，针对于危险的沙丘，采用沥青碎石等对其进行固定，进行植树固沙等。中国高铁基建团队不断地解决各种在沙漠中修建高铁遇到的问题，并且本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则，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终于将沙特的哈拉曼高铁修建成功。但是，就在中国基建团队成功修建完这条高铁后，却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差评，这是咋回事呢？原来，这并不是中国高铁本身有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团队克服巨大困难完成项目建造后，却发现项目严重超支，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亏了40亿。很显然，这不利于中国基建的发展，这对于中国基建的名声也将受到较大的影响。不过，这从另一面来看，虽然中国在修建这条沙漠高铁上大大亏损了，但是中国这条高铁线路不仅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交通项目之一，而且还是中国企业与沙特等国企业联合建设的世界首条穿越沙漠地带，时速最高的双线电气化高速铁路，连接着两座被沙特人视为圣城的大型城市麦加和麦地那。所以，随着这条铁路的修建，对于中国基建的发展来说，也有着较为重要的促进意义。现如今，沙特哈拉曼高铁已经成功运行超过2年，而且运行效果超出预期，列车准点率超过93%，客座率达82%。哈拉曼高铁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哈拉曼高铁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将进一步带动沙特的经济发展。对沙特来说，中国可是帮了他们大忙。而且很多国家也看到一些无人敢接的订单，中国却敢，说明中国基建水平的确很高，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种广告效应。目前，很多中东国家也找中国承包基建工程，中国也获得了更多的对外订单，而且中东地区关乎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从长远眼光来看，一个繁荣的中东对于中国有很大的益处。如今，包括高铁在内的中国基建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中国也因此得名基建狂魔，这些无疑都具有正面作用。因此，虽然中国在这条高铁的修建上亏损了40亿，但是这对于中国产生的社会价值就远不及于此，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基建的发展。对于中国基建走向世界，被世界更多国家所认可，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